天是2020年8月8号。最近呢，是因为我发了这个1000期的节目，介绍了我自己20多年前过去的一个爱情往事之后呢，有很多朋友呢都在给我的这个节目下面留言，希望我谈一谈是如何到达美国的，我自己是如何走过我自己到达美国、流亡美国的路的。很多朋友呢有这个想法。我呢，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很多时候很多朋友都提到过，我建明是怎么从国内流亡，最终走上美国流亡之路的。其实大家都知道，89以后呢，当时中国呢，整个可以讲从上到下都是一片白色恐怖。那时候呢，中共呢已经变脸了，也就是邓小平自从开辟了这个屠杀政策以后，这时候中共呢，他已经完全就是立马就秋后算账嘛。因此呢，从北京到我们南京都在抓捕各种学生领袖。而香港这时候呢，已经开始他们发起了一个叫黄雀行动，也就是营救大量的大陆的学生，把他们营救到香港，然后把他们送到海外。这个故事呢，我就不展开讲，我只是告诉大家，在那个状态下呢，我呢当时呢是没有选择愿意流亡。其实呢，我要流亡呢，当时机会非常简单，因为跟我们南京联系的几个香港记者呢，我们都有联系方法，其中有的香港记者，我在6·4之后都分别在上海、在广州跟他们本人都见过面。也就是说，他们如果想方设法把我营救到香港是非常简单的事。我在广州都能跟他们见面嘛，可以讲几步之遥就到了深圳嘛。从深圳再到香港已经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但是当时呢，我一直呢不愿意流亡。我们南京呢有很多同学呢，他们当时呢都惧怕坐牢，所以说他们是愿意流亡的。只是他们认为他们跑到海外呢没有什么影响力，他们多人都动员过我，希望我能带他们一起流亡海外，因为毕竟我比较有影响力。我呢是反对他们这种逃跑主义，我认为要奋斗就有牺牲，既然有牺牲就要有担当。建明作为你们的主要领导人，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不是率领你们逃跑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深恶痛绝方励之和李淑贤夫妇，他们俩往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里面一跑以后，我可以讲导师在我心目中的那个地位就坍塌了，我当时是非常气愤的，所以我当时就告诉大家，我宁愿选择留下来坐牢，我要为我自己所做的行为付出应该付出的代价。所以说我毫无疑问，我建明是自愿选择留下来坐牢的那批人。所以说互联网上现在经常会有人讲说我建明是6·4的受益者，是吃人血馒头的。讲到这个话时候，我真的嗤之以鼻。什么叫吃人血馒头？什么叫6·4的受益者？6·4的受益者是指那些打着学生旗号，当时就流亡海外，一天牢没有做过，一天苦没有受过，但是到海外他们是红地毯，是鲜花，是美女在迎接他们。他们那时候每年获得的经费都几百万、几千万，他们在海外轰轰烈烈成为民主斗士。当他们在海外各个进入名校，都说收获了爱情，收获了他们自己的事业之后，绝大部分人已经忘记了他们当年付出的理想，绝大部分人已经忘记了倒在广场上的那些学生，绝大部分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像我建明这种当年和他们一起浴血奋战的仍然在牢房里面的人。我在我的节目中曾经谈到过，就是我的同案在出狱以后找到过当时中国人权的主席叫刘青，希望刘青在海外为我们几个还仍然在狱中的南京高校的几个领袖们呼吁一下，刘青都不愿意做。所以说你知道真正吃人血馒头的，真正6·4的受益者是这些人。而我建明可以讲是6·4的受害者，是因为参与了6·4运动以后，然后被中共投入牢房的。即使有美国国务卿贝克亲自到中国，跟中共的外交部长钱其琛想把我从狱中要回来，我都已经达到了美国国务卿亲自跟中共副总理、跟中共的外交部长要人的档次了，但是仍然没有改变我在牢房里面继续坐牢的命运吧。所以说很简单，什么叫受益者，什么叫受害者，这个问题呢，我今天呢不展开谈。我刑满是因为克林顿当时要把中国加入 WTO， 然后呢不得不放几个人。那么在一般人认为，放出来的魏京生、放出来的王丹是有名气的，而我建明放出来是没人知道的。所以说当时我出来以后，中共有关方面找我谈话，是希望我写好投降书，写好保证书，写好到境外绝不参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我可以送到海外去治病的。我是一口就拒绝了他们。我这时候有什么必要要到海外呢？因为我该坐的牢已经坐完了。我到海外去，我一没有名气，二没有影响，而且那时候的年龄到海外读书嘛，这时候已经过了读书的年龄，我又没有任何生活基础，在海外我又没有任何政治影响。那时候你说我会选择到海外去吗？显然我不会的。我那时候只会选择我继续在国内战斗，因为我认为中国是一定会有变化的。
更何况10年下来，中国的政治、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当时6·4镇压学生的那一批老人，已经基本死掉了，也就是陈云、邓小平都死掉了。所以说，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在缓慢的变化中，因此我的战场应当在国内，我不可能随随便便这时候选择流亡海外的。所以说那时候我呢就回到了家乡。当然了，当时中共有关方面找我谈话，是要求我不能去北京，也不能待在南京。我想呢，我在过去的节目里面已经多次谈过，今天呢也不在这浪费大家的时间。我呢就到了无锡，在无锡呢开了一个电脑打印公司。那么这个电脑打印公司呢，给我带来了很好的效益。可以讲，我当时运用这个设备啊，基本上是全球来讲的话最先进、最顶尖、最领先的设备。这个设备是以色列人发明的，然后在美国大规模的生产制造，然后通过美国向全球的各个广告打印商里边开始分销这个设备。我是因为当时我弟弟给我做了帮忙，我弟弟呢借了我30万块钱，让我呢获得了这个设备以后，我呢选择了江苏无锡，在无锡呢开办了我的打印公司。那么我这个公司开下去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父母显然希望我赶紧成家立业，能够安身立命。那么我在我的节目里面已经谈到过，那时候我也经历了我轰轰烈烈的恋爱。后来呢，我和那个女孩分了手以后，然后收获了我自己的爱情。我的太太呢，是后来呢，我在跟那个女孩分手以后，我认识了我的太太。我太太本来是一个报社的记者，可以讲她是一个非常聪慧、非常优秀的女性。所以说我们认识以后，我们因为有共同的价值观，很快呢我们就走到一起。所以说我们结婚到今天，我们已经20年了。20年下来，我们夫妻相处得非常非常友好，我们的感情是非常的好。我太太除了支持我的事业，照顾好我的家庭，最重要，我太太一直支持我能够实现我自己的理想。所以说呢，这么多年来，我的家庭感情呢是很好的。那么在那个过程中呢，当时呢，我因为生意做得比较好，我就成为我们当地呢主要的这个企业家协会里面的一个领导人，也就是我们当地呢有一个很大的商会。这个商会呢，全部是当地的企业家组成的。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啊，在80年代是从乡镇企业先开始发展起来的，也就是江苏无锡整个苏南的乡镇企业啊，相当的发达。到了90年代以后，很多乡镇企业已经做大了，加上进入 WTO 以后，很快带来了大量的外资跟中国的融合。那么一时间，中国就变成了世界工厂。所以说，在整个无锡地区啊，老板是家家都是，尤其是无锡当年从事乡镇企业的，可以讲企业家多的是，有钱的人有的是。因此，我们这个商会呢，可以讲人才济济。商会里面基本上都是身价几百万、几千万的人，就是那个年代都几百万、几千万的，你不具备这个身价，你是进不了这个商会的。所以，我们这个商会呢也很庞大。我呢是因为呢有领导力，可以讲我到哪里呢都像一块吸铁石一样，一下子就把大家呢吸在我的身边。所以说我进入商会没有几天呢，就被大家呢推荐成为商会的其中的一个副会长。我们这个副会长很多，有10几个。会长呢是工商局局长兼任的，他就是挂名，也就是工商局局长兼任会长。那么我们这边的会长呢，实际上是所有的副会长呢，大家轮流担任，就是每人轮流担任1年。因为我们的副会长很多，有10几个。那么我本人是其中的副会长，兼着呢秘书长。那么秘书长呢，也就是负责日常行政事务的，工作内容比较多。那么当然了，权力也就比较大。权力比较大，大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个商会里面啊，可以讲，基本上加入商会的企业家都是希望什么，能带上一个红顶子。所谓带上红顶子，就是希望都能够参加到县区市这么几级的人大委员啊，或者是政协委员啊，能够得到两会里面当个代表、当个政协委员的机会。那么商会里面每年都会涌现几个新的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因为市区县几级总归能看到一个名额。因此，这个出席两会的这个代表和委员呢，在我们企业家协会里面呢，每年呢基本上呢都能摊到个几个。那么大家都想当这个。中国的商人嘛，都是希望跟官府勾结嘛，都希望跟权贵结合嘛，结合才能把生意做大嘛。所以说，成为红顶商人，这是每一个商人他们的一个梦想。因此呢，大家都想挤进来。那么挤进来以后呢，那么名额又有限，究竟谁能上呢？很快，大部分企业家跟我的关系都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逐步就了解到，建明这个人啊，是不可能成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因为他政治上有污点。别人都知道我政治上有污点，那究竟污在哪里？他们不清楚，我没跟大家介绍过。只是呢，他们内部呢会有这么一个传说，有的传说呢都很离谱，没有人敢来问我，我也从来不做解释。这样大家都知道，建明因为政治上有问题，所以说他是不可能担任人大代表或者是政协委员的。
因为其实我知道，曾经有的统战部队领导来找我谈过，也希望我进什么人大政协，结果马上就有公安局和安全局的人告诉统战部，吴建民这个人政治上是不合格的，他在商会里面混混就混混了，他不可能把他选拔到人大或者政协里面来。所以说呢，共产党的组织上是肯定清楚的，只是我们商会里面的代表呢，他们不清楚，但是他们知道我当不了人大代表，也当不了政协委员，这样也就是说我对他们就没威胁。所以说，绝大部分的这些企业家呢，跟我关系倒很好，因为呢，我可以帮他们做一个推荐嘛。所以说呢，我们整个商会里面呢，当时呢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而我们那个商会呢，在进入胡温领导的那个时代呢，当时中国政府呢有一种潮流，叫做走出去迎进来。所谓走出去，就是希望中国的企业家到海外去置业，到海外去发展，到海外去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所谓迎进来，就是把那些90年代曾经逃往海外的这些海归们，把他们迎回来，让他们跟祖国融合起来，把他们在海外的技术，把他们在海外的资金，把他们在海外的市场，把它带回祖国来。所以当时呢，整个中国上下呢，它有这么一种政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毫无疑问来讲，我们出外考察，就是我们商会出外考察。每年参加全球各地的各种展销会就非常非常多，一年最少要去3到4次。那欧洲啊、日本啊、韩国啊、美国啊、加拿大啊，这种商会都很多，这种展览会都很多。大家到展览会上，一是推销自己的产品，第二个在国外寻找自己的代理商，寻找在国外的合作的客户。这时候呢，在我们整个商会里面是一种风气。那么我的护照就通过这个方法，我想办法要把它拿到，因为我一看能够举办大规模的企业家都到境外去开展览会嘛，那我跟着去参加展览会，我不就是混到护照了吗？而那个时候我从来还没有过护照，我领护照是领不到的。我曾经回到南京市公安局，因为我的户口到今天都仍然在南京，我一直没有迁到无锡去，户口一直放在南京不迁是什么理由呢？主要呢，当时呢是中国呢这个房地产高峰呢，房地产大发展。当时买房子呢，各个城市都有这么种限购的规定，也就是本地户口买第一套房时候，你呢按揭呢，你只要呢首付呢可能30%，按揭的利息也比较低。如果第二套房呢，那可能呢就会按揭利息很高，第3套房甚至都不给买。因为有这些政策，所以说我的户口呢始终没有从南京迁过来，主要考虑到我在南京有可能接到项目，接到工程。那么接到项目了以后，人家开发商也抵一套房子给我，当时让我付首付。如果我在南京没有户口，我算外地户口的话，那么我这个贷款按揭利息都会提高很多啊。所以呢，我呢当时呢就没有把户口呢迁到无锡，一直是放在南京。那么无锡买房怎么办？无锡买房，反正太太她是无锡本地人嘛，我可以这样讲，我在无锡买的所有房子，包括我自己在娶太太之前，我们的婚房，我这些房子所有的名字登记的都是太太的。我跟太太感情很好，完全放心，不像有的人买了房子以后，太太的名字舍不得署上，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可以这样讲，我和太太两人在感情上面是非常依赖，同时我们在家庭的财富上面，我们都是共知共享，也就是夫妻两口子完全对家庭所有的财产，我们两人都是共有的。这是指户口当时放到南京没有迁，所以说呢，我要领护照呢，我必须要到南京市公安局，我户口所在地的出入境管理处去申办我的护照。而我过去尝试的想去领护照，人家一口就拒绝我了，说我正准不合格。所以说呢，我就没再动过这个脑筋。我知道我领不到护照，但是在商会里面我就创造了这样的机会，也就是商会里面他们报名要到日本去参加一个展览。这时候呢，我也报了名。我报名参加展览的时候呢，当时呢，我们这个带队的是市政府的一个副秘书长，他是我们整个日本参展团的团长。那么他这个团长除了我们企业家，我们参与整个去展览之外，因为所有的企业家你参与展览，所有的费用是你自己付的。而政府有很多官员，很多官员都希望能够参与这个团里面到海外，实际上他们就变相的私人公费旅游嘛。但是政府配给代表团里面的人数是有限的，就是纯粹用公款报销。他们可以参加这个团里面什么带队的呀、做服务的呀、在里面做管理的呀，这个里面能够用公费帮他们支付的这个名额是有限的。而很多官员都希望去啊，因为那时候出国对这些官员来讲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块蛋糕啊。所以说呢，很多这些官员呢就想呢搭到我们的这个车呢一块出去，但是呢政府又不解决费用，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希望企业家能帮他们解决一部分费用，这就是中共的腐败嘛。所以说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就是市政府这个秘书长呢，他就专门把我去找过去，他就跟我讲，他说建明啊，我们其中有2个局，一个呢是土地局的局长，一个是气象局的局长。这2个人呢，实际上都是这个秘书长呢，他们原来的下属，跟他们关系比较好，他们是哥们儿，经常呢在一起的。
所以那2个人也想去，但是那2个人显然组织上就没有安排，更没有经费。他是希望呢，就是我能够安排把这2个人的经费解决了。我一看这个机会就来了，我就跟秘书长讲，没问题啊，我公司帮他出这个钱，我来解决这2个局长他们的这个所有的费用，然后我们一块去。那么秘书长就很高兴啊，就把这2个人作为观摩我们这个展团里面的随行人员，把名单就加进去了。名单加进去是要报到上面去批准的。那么很快市政府安排的这个经贸代表团嘛，很快就得到批准了。得到批准以后，下面就是要办理护照、办理签证啦。而办理护照，我就知道这时候我努力的机会就来了。那么为什么说这是我努力的机会呢？因为我知道这就是我能够搏一次的机会了。因为在这个之前我去领护照，我是根本领不到的。而这次呢，我搭到市政府这个车呢，是有可能能领到的。我就一开始呢，我就沉住气，没有立即呢到南京去办我的这个护照，因为我知道我这时候去办护照仍然是办不到的。我等到什么？我就等到无锡这边代表团，他们大部分人都已经开始弄签证，已经订机票，已经完全做好要出行的准备的时候，就说这个时间已经差不多的时候，我呢跑到这个秘书长的办公室去了。我跟这个秘书长讲，我说呢，这次呢我肯定是去不了的，2个局长呢你们也就别去了。那2个局长呢，当时已经兴头头的把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了，他们就准备到海外去了。这时候我告诉秘书长讲，我去不了了，2个局长也别去了，因为没人帮他们承担费用了吧。这秘书长就说为什么去不了啊？凭什么不去啊？我就告诉他讲没有护照。他讲你为什么没有护照？护照为什么不去办啊？我就跟他解释了，我呢户籍所在地还在南京，我要办护照呢是要到南京去办的，但是南京呢需要我出一个政审证明，而这个政审证明我明确跟你秘书长讲，我现在是开不出来的，除非呢秘书长呢你来帮我去努力，你帮我把这个政审证明开出来，这样呢让南京市公安局把我的护照发下来。我说因为没有护照，我根本就办不了签证，我还怎么去呢？秘书长一听还有这么回事啊，他想来想去，他就问你究竟什么问题？这时候我就没办法隐瞒了，我既然想通过秘书长想帮忙，我就告诉他，我曾经历史上有过这个6·4的事情，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你看我还能不能跟着你们这个代表团一块出去？这秘书长想了一下子，这个政治责任很大，他觉得如果他帮忙来牵头做这个事，如果出了事他不要承担责任嘛。所以说他马上就通过公安局就了解到我在无锡的管理单位是哪里，那么他们就告诉他，我在无锡的管理单位呢就是国保。那么他找到国保以后呢，国保就把这个皮球呢踢到南京市国安。他说呢，他实际上吴建民还属于南京市国安局管，我们国保只是一个代为管理。这样他们国保和国安呢就互相踢皮球。然后秘书长就讲，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参展任务，作为他是商会的这个秘书长，有这个参展任务的话，这个我们到海外是招商引资的哇，他参与这个是允许这一批企业家一起到海外参与招商引资的哇，所以说你们帮他解决嘛。这时候国保就讲，要解决肯定要找领导，那么领导反正是你秘书长的战友嘛，你去打个招呼嘛。因为这个秘书长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他呢不止一个战友，在无锡市公安局里面担任各个级别的领导，所以呢让他呢去找某个领导呢来看看这件事情怎么处理。那个领导有这个秘书长打招呼，有私人感情在里面，同时呢他也不愿意承担责任，他们就跟国安去商量了什么呢？就说吴建民如果要去，他这个护照呢我们可以给他政治审查，通过南京市公安局把护照发给他，但是这个护照不能交给他手上，也就是说我们无锡市公安局和南京市国安局各派一个人员，然后随同他一块出境，他的护照由我们负责管理，他只有出入境的时候要签字盖章的时候交到他手上一下，出来以后这个护照就交给我们专门的执行人员帮助管理。他们实际上也就是大半跟着这个代表团，他们无锡市国保也去一个，南京市国安也去一个，这2个人都是以看着我的名义，然后帮我保管护照的名义，同意呢这个护照呢最终呢就发放下来。所以对于我来讲呢，我仍然愿意啊，因为我至少是把护照混到手上了。所以通过无锡市这个副秘书长，由于他协调以后，通过这个办法，也就是护照拿到了。那么护照拿到，护照不在我的手上，办签证什么都是他们帮我去办的。那么出入境的那一天，这个护照到我手上是什么时候？就是大家排队通关的时候，我可以拿到护照。那么我一前一后，一个是无锡国保，一个是南京国安。等到我过了那个窗口，对方国家的那个签证官、那个边境管理官员，在我那个护照上把大章一盖以后，我这个护照出来以后就要交给他们国安去管理。就这样，我这个护照实际上虽然领下来了，但是不在我的身边，由他们管理着。那我也不在乎，为什么？商会每年出去的机会很多，我呢就是花一些钱承担一下这个国安跟着我一起出去的费用，但是呢，我这个护照呢就始终有效了。就这样，我这个护照我在2003年就领到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讲，一直到我2015年到美国来之前，这么10几年，只要是到境外有参展的，我基本上每年我都会报名。我每年都希望能够出去一次，这样什么？这样就可以麻痹这些官员，麻痹他们，他们觉得护照掌握在他们的手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我建民来讲，我就始终愿意保留一本有效的护照。虽然护照在他们手上，但是有和没有，能出境和不能出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讲叫做长期潜伏，这就是我护照怎么能拿到手的这么一个来源。那么在这个之后，我达到了第一步目的以后，也就是呢，我仍然是在国内，我在寻找我自己战斗的这个机会。2008年发生了我自己所在这个小区，叫SOHO国际。这个SOHO国际呢，当时在我们无锡呢开发了一个挑高房型。什么叫挑高房型啊？就是一套房子里面，它这个挑高啊，整个有4.95米高。那么4.95米高，中国人的脑筋都是把它1个2啊，中间加一个楼梯，不就变成1层变2层吗？虽然它这个房价卖的比一般的房子要贵得多，但是大家算上1层隔2层，那么2除1肯定是划算的哇。所以说这个小区卖得特别好。我呢也是去买了那边的房子，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不断地开始做开发商的这个喷绘广告的打印生意，而绝大部分的开发商，他们给我支付货款的时候呢，他们都是给我很少一部分现金。很多开发商他们在跟我的业务合作中，最终什么？最终都是抵一套房子给我。他们抵一套房子给我，也就是扣掉应该付给我的货款，这个货款呢，他们把它当做首付让我支付掉了，然后我还要到银行再去贷款。只是那时候呢，买房子贷款呢还不受限制，也就变成了我自己的货款拿不到，这个货款给他抵成首付，我自己还要贷款，然后呢去拿到一套房子。那么好就好在呢，中国这个房地产正好是大发展，所以说我拿到这个房子在手上呢，并没有吃亏，而且很多时候呢，我要这个房子呢没有什么用，因为我那时候压不起现金，所以说这个房子一旦这么去操作以后呢，我马上就通过售楼处让他们帮我卖掉。卖掉以后呢，基本上现金就回笼了，而且呢，基本没吃亏，也就是房价在涨嘛。因为房价在涨，所以这个房子等到手续办完，又过了2、3个月，等到这个房子到售楼处卖掉，我套现回来以后，总归呢是没有吃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公司呢跟开发商的合作呢，做这种生意呢，我自己呢可以讲资金也有回笼，也没有吃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呢就是比较正常。那么这个SOHO国际呢，我也是通过这个方式，结果这个房子交付的时候呢，突然发觉他这个房子不是像他宣传的是4.95米啊，我们把它一去一量，只有4.72米了。这样我们就觉得你这个4.72米再1个2，而我们隔的那一层里面还要中间有个楼板，这个楼板最起码要20公分，你去掉4.72米，减掉这20公分，还剩4.52米。4.52米，如果你1个2的话，每一层只有2.2米多啊，这么2.25米高的话，这个多压抑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觉得你开发商骗我们了哇，你没有达到4.95米啊，然后我们就开始了维权。实际上这个呢就是一个净高和层高的问题了，建筑高度的问题了。这个呢是专业术语，这个里面有解释的。我们也知道，在这个里面的开发商呢，他是玩了点技巧。那么但是我们就觉得不服气，而且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房子已经到手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掀起了一个维权。这次维权实际上是我建民的一个练兵。就是我在6次之后，到2008年，也就将近20年的时间，我建民作为一个独立的从南京来到无锡的，对这个楼盘里面所有业主完全不熟悉的情况下，我建民还有没有本事把大家忽悠起来，让大家跟着我一起去维权？所以当时就在这个楼盘建立了一个 QQ 群。最初建 QQ 群的时候，业主 QQ 群的时候，我们只有几十个人，然后通过这几十个人，发挥了我们很多人的智慧，最终呢，我们把这个小区里面所有的业主，我们基本都把它找到了。然后最终我们这个业主里面有几千人，也就是这几千人，最终就形成了我们一个维权的团队。在这个维权过程中，是我作为带头大哥，率领了大家一起在这个SOHO国际里面跟开发商进行了100天的维权。当然不是跟开发商斗，大家都知道，开发商背后是政府，表面是开发商。在这个斗的过程中呢，要得益于2点：一呢是我当时指挥的时候呢，我没有硬闯，就是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软。我们跟开发商有过多次谈判，每次谈判的时候，我们给对方都留下一点台阶，而不是把对方完全堵死。如果你谈判没有这种水平的话，你肯定是谈不下去了嘛，谈不下去就翻脸了嘛，翻脸最后政府没办法就抓人嘛，所以我们不愿意被他们就用抓人的方法来处理，而是希望我们在他们不抓人的情况下，最终呢能给业主呢获得一个胜利，给每家呢得到一个补偿。我们知道把这个房子退掉是不现实的，因为大家都舍不得退。这个房子买下来，从买到现在已经增值了很多，有谁愿意退啊？只不过跟开发商维权是希望开发商，因为你们有错，你们给我们每家赔点钱，
那么最终跟大家就赔到了这1万5。可以这样讲，这个售后维权啊，我们这个小区啊，一共有550户，只要是最初购买房子的，也就是一手房，那不是二手房，二手房可能有些人这几年下来，有些人不认识我了。只要是一手房，所有的户主没有一家不认识我的，没有一家对我不尊敬的。可以讲，在售后家家邻居跟我之间的感情都非常好。也就是在我领导整个售后这个维权的那一年，我们小区呢建立了业委会。所有无锡各个小区建立的业委会都是什么？都是政府指定的，都是房管局指定的，或者都是跟物业公司有勾结的。唯独我们这个小区的业委会完全是业主推荐的，业主推荐，业主按照这个程序来成立的时候，当时政府呢，他们想拦阻，但他们知道苏豪维权很厉害，他们就没敢拦阻。所以说，我们这个小区的业委会完全就像农村里面那种自发成立的村委会一样，是非常有民主性的。而且我呢，被大家推荐为业委会主任，我当了2届主任，我这2届主任一直担任到我到美国的时候，那个主任第2任主任都没有到期。后来我是跟业委会做出了一个辞职决定，然后呢，我才流亡到海外，并且我这个辞职决定是悄悄的写的一个书面决定，没有敢公布。那主要是我到美国之前，我没有向任何人公布过我即将要到美国，没人知道我到哪里去，我是偷偷的留了这么一个书面的辞职报告。然后在我走了以后，我的老丈人呢，把我这个辞职报告呢交给了呢当时的业委会的副主任，也就是完成了我这个辞职手续。在整个领导这个小区的这个过程中，我可以这样讲，我在完全对大家不熟悉的情况下，我们大家彼此之间完全不认识的情况下，我最终率领着大家，我们进行了这100天的战斗。所以说这一次实际上是我在国内的一次练兵。当然了，很多朋友最后总结就说它是发生在胡温时代。如果发生在习近平时代，我100%是3颠，100%是寻衅滋事，100%在牢房里面嘛。那么在胡温那个年代，还会有相对宽松的环境。我们跟政府的谈话，跟开发商的谈话呢，都没有达到呢就双方很过分的地步，双方给对方是留有余地的。所以说，我们最终这个维权呢，是在有理有节的过程中获得了最终的胜利。那么这一次实际上是检验了我建明到一个陌生环境中，再去把一大批我们完全不熟悉的民众，然后利用我们大家彼此有共同的诉求，有共同的维权利益，然后把大家组织起来，向政府、向开发商讨要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一次检验之后，我就知道，在国内它仍然是我的主战场，所以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要流亡什么海外。而且呢，那时候我的家庭很稳定，我自己的生活也比较优越，可以讲我的经济条件一向比较好，因为我的企业在当地可以讲是前3甲的企业，生意呢是一向呢做得很好，我在当地也是知名的企业家，可以讲在整个社会上面呢，我有一定的地位，所以那时候呢，一切呢都很顺利，很正常。但是呢，政府呢通过这次维权，政府知道你吴建明绝对是一个危险人物，你可以在对这个群众完全不熟悉的情况下，在大家互相业主都不认识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把大家忽悠起来，能把几千人率领的跟你一起跟开发商去讨要你们的权益。那么如果你们跟政府去做，你们不同样，你吴建明能够忽悠到大家一起跟你上吗？所以说我吴建明马上就被他们定为危险人物。那么这以后什么？这以后他们就对我整个管理呢就提升了一个档次，也就是不像过去一样，他们可以比较宽松了。然后到境外呢去出席展览会呢，这个概率呢就比过去要小了。但也不是绝对没有机会。那么我把握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呢？也就是我的护照呢眼看要到期了。那么这次呢，我护照到期之前呢，我就跟那个公安保管我这个护照的那个官员讲呢，护照要到期了，市政府现在发了文件，我们今年呢要参加市政府的一个大型的对外招商的活动，这次是去巴黎，所以说呢，你要把护照呢把它送到南京市公安局呢去把它更新。那当时那个官员一看我这个护照的有效期确实是到了，所以说呢，他就准备帮我去更新。他们就把这个护照呢交给我，让我去更新。他知道你这时候这个护照已经没有几天有效期了，你现在拿这个护照到哪都去不了，办签证都办不了，因为签证是需要有6个月以上的这个护照的有效期才可以办签证。而当时我那个护照有效期连2个月都不到了，所以说他就把护照放心的交给我了。然后我就把护照送到南京市公安局，我就把它呢续签了，就去更新新护照。那么更新新护照的时候，这一次我动了一个脑筋，也就是帮我办护照的那个工作人员啊，他当时呢给我填了一张表格，这个表格上面其中有一项呢是否可以邮寄。如果你愿意邮寄的话呢，你现在去交20块钱给那个 EMS 的费用，完了以后呢，这个护照呢就不用你自己亲自来领了。我呢当时呢就动了个小脑筋，我就把这个护照呢去把它呢邮寄到我在南京的家里面，也就是我妈的那个地址，我就写的这个地址，把这个护照呢寄到我家里面去了。然后呢，我就等待这个新护照呢，它是不是有一天寄到？有一天我妈就打电话告诉我，护照来了，新护照寄到我们家里面来了。
我高兴死了。也就是这一次我成功了，我呢就赶紧到南京去，把这本护照拿了以后，我就把它藏在我的身边，我就再也没有交给那个国安的官员。过去我这个护照一直在这手上。我的命好在哪里呢？也就是当时南京市国安管理我护照的那个官员他后来在这个护照在我这个重新更新这个期间他被抓起来了。也就是他这个处里面变成了一个什么贪腐窝案。也就是他的处长啦、科长啦、他本人啦，还有他的一个什么驾驶员啦，他那整个一个处里面抓了7、8个，并且是异地审理，把他们关到山东的哪一个城市里面，在那个看守所里面接受那个纪委的调查。所以说他的案子一下就处理了好几年，他本人也判了好几年。因此呢，当时从他被抓以后，就没有人再来过问过你那个护照要不要再交给他保管了，没人去保管嘛，谁接替他的工作我也不清楚，没人来问。因此就没有人来过问你这本护照在哪里。我呢就这本护照呢在我手上放了好几年，我心里面就有数，也就是我有这本护照，我是可以拿着这本护照获得签证以后随时可以出去的。但是呢，我当时只是这样想，我没有动过，我一直把这个护照呢放在身边呢，好好的保管着。直到我到了海外以后，我在美国开始做自媒体以后，国内开始调查吴建民怎么出去的时候，这时候南京国安和无锡国保他们就在扯皮了。南京国安说是护照在无锡国保手上，无锡国保说这个护照在南京国安手上，他们去扯吧。反正这个时候我人已经在海外了。那么促使我为什么最终还是流亡了美国呢？这个里面呢主要是发生了几件事情。也就是说，在2012年之后，当时呢，我们策划过一个大型的活动，什么活动呢？也就是我们期待的呢，64呢能够在习近平他接任中共的总书记以后，是不是能够60能翻盘？那么习近平在那时候还没有接任，也就是18大没开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呢都有这个期待的，主要是对习仲勋的好感嘛，认为习仲勋这个人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嘛，希望的习近平他接任中共的总书记以后，他能够给64有个翻盘，因为习近平显然他手上又没有血债，他不像胡锦涛，胡锦涛虽然没有血债，但是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很可能邓小平是关照过胡锦涛，你在你这一任上面是绝对不准平反64的，所以说胡锦涛他有政治压力。到了习近平，我就认为习近平没有任何政治压力，而且习近平他有很好的政治资本嘛，他父亲习仲勋的这个政治资本，他完全可以继承的嘛。他如果当时对64有新的说法的话，毫无疑问来讲，给他能加很多分的，而且大家都很期待。那时候我们知道，直接如果习近平他兼任中共的总书记以后，他马上就对64有什么说法，他直接来弄不大好弄。但是对赵紫阳肯定，一旦给赵紫阳做出新的政治上的结论的话，可能这件事情就有翻盘的机会了。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希望什么，在赵紫阳他去世10周年举行一个大型的赵紫阳家属的这么一个纪念会，而这个纪念会呢，是由我们原来8、9一代，也就是我们那些64里面的学生领袖，我们张罗、我们召集的，我们弄的这个活动。那么为筹办这个活动，我在2012年就分别去过成都、去过重庆，和当地准备筹办赵紫阳10周年纪念会的赵紫阳曾经在四川工作过的很多老部下，我们做了一些联系。当时呢，跟赵紫阳家里面的家属呢有过一个商定，他们家属指定了一个代理人，这个代理人曾经是赵紫阳的老部下，他跟赵紫阳感情非常好，他跟赵紫阳的儿女关系也非常熟。这个人的名字我不能告诉大家，我只是告诉你，这个人我很熟悉，我和他不止一次见面。然后呢，我们就商量过以后，准备呢在赵紫阳逝世10周年，实际上就是2015年，我们准备呢在北京举办一个大型的赵紫阳的祭典活动，然后通过这个纪念活动探一探中共的水，也就是习近平的时候到2015年，他接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已经2、3年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习近平不反对大家纪念赵紫阳，不反对民间纪念赵紫阳，有可能赵紫阳他的这个政治结论就可能会改变。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撬动赵紫阳政治结论的重新改变，能够呢使64的话题呢能够重新提起。这时候，因为赵紫阳的家属很配合，他们就明确讲，所有赵紫阳的部舅，包括赵紫阳在广东的部舅、在四川的部舅、在北京的这些部舅，总共呢大致有70、80人，由他们家属负责来通知。然后呢，我们有一些参加64的学运领袖、学运的参加的积极的骨干，那么这一部分人来主持整个这次活动。这个活动里面整个的策划，我建明是里面其中主要策划人员之一。当时我们就想搞这个活动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从2012年就开始筹备，所以经过2012年、13年，本来到14年呢，我们就准备到最后14年的最后几个月呢，就开始进入到最后的实施阶段了。然后到14年呢，就发生了一个意外，就是在2014年，其中呢，广州原来高智联学运的这个领袖
叫于世文和他的太太陈蔚，他们两人呢率领着一批同学呢，当时在清明节的时候，在黄河大堤上呢搞了一个黄河公祭。他们搞这个黄河公祭，实际上就是缅怀赵紫阳当年为推动中国民主进步所做的贡献。所以说，他们这个公祭实际上就是缅怀赵公的。结果他们这个公祭刚刚搞完以后呢，他们就全部被抓了，所有人都被关了。后来呢，虽然陆陆续续放出来一些人，但是于世文始终没有放出来。于世文直到我到美国以后，他都没有放出来。他是在我到美国过了1、2年以后，于世文才被放出来的。所以说那时候于世文完全就是被羁押在牢中。因此呢，黄河公祭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就导致了赵家呢对继续办理这个赵紫阳10周年这个纪念活动呢，完全呢他们就感觉到政治气氛不对了。这时候呢肯定不能搞，而且曾经赵紫阳的很多部就因为这些人都是中共的高级官员了，他们很清楚当时的水温，所以他们都纷纷要求这个活动现在不能如期搞，这样搞的话，肯定那些组织的那些学生，当年那些学生会2次坐牢的。所以说呢，他们都反对这个活动呢继续搞。因此呢，当时呢准备祭奠赵紫阳纪念活动的这件事呢，就暂时呢就停摆了，这件事情就根本不可能再进行。而那个过程中，当时我认为呢，这件事即使是停摆，可能也没那么大的风险吧，所以并没有引起我很高度的重视。危险呢是在哪里开始呢？我有当年的一个同学，我这个同学呢是我们大院里面的子弟。大家都知道，我的父亲是军队的一个高级干部了，也是中共跟着中共打江山2野勤纪委部队的老同志了。所以说，我们住的那个大院里面，全部是可以讲是干部子弟。这些干部子弟很多人都参了军，那么他们在部队里面转业以后，根据自己在部队里面职务的高低，有很多人都进了北京工作。其中我这个发小是在北京中央机关的一个要害部门工作。那么他呢，有一次呢，一个重要的文件上面看到了黑名单，看到了这个黑名单上面，他在黑名单上看到了我的名字。这批人是什么人呢？这批人实际上就绝大部分是后来到2015年709抓捕的。709因为抓捕的律师很多，我们大家都认为709实际上是奔着律师来的。其实要抓709的这批人，他整个的这个策划这个行动，在前1年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展开，陆陆续续的在补充名单了。他们要抓的这些人是异议人士，不光是律师，只是呢，在709因为抓捕的律师非常多，大家呢就把它定为呢709律师大抓捕。其实除了律师之外，还有很多异议人士都被抓捕的。因此呢，在整个他们准备这个收网行动，在2014年就准备黑名单的时候呢，我的名字就在上面。因此，我当年这个发小，他就在这个文件里面看到了我的名字。他看到了我名字，他就很紧张，他知道李建明这次是跑不掉了。但是出于当年发小的感情，出于他对我自己个人非常敬佩，出于他自己来帮我一把，他在关键的时候，他给我送了一个信，他就说：“建明必须走，你这次不走你就进去，你这次进去你出不来。”那么去哪呢？往哪走呢？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好啊，因为过去我就不愿意流亡，而这时候流亡已经摆到我面前，就是不走就得进去，而这次进去肯定出不来。我这位发小他已经明确告诉我，你一定是这个结果。所以说呢，当时他的话我是认真考虑的。回到家以后，我呢首先就跟太太商量。当我跟太太讲到我自己想带全家来到美国的时候，太太是一口拒绝的。因为我太太根本不愿意我这个家里面有这种颠沛流离。我太太她知道我的政治背景，她从来没想过她跟我会流亡海外。因为当时我们家庭在无锡生活的很稳定，生活条件很好。我们在无锡住的是高档的楼盘、高档的小区，可以讲我家是开窗见湖。我们的孩子在无锡上的是顶尖的一流的这个私立小学。我们孩子上幼儿园时候，他这个班上的同学就是张艺谋那2个儿子啊。张艺谋大家都知道，他的太太娶的是无锡人，他那个儿子是在无锡读完了幼儿园啊，他那个孩子跟我们孩子就是一个班，只不过呢，他当时呢没有人知道这个孩子就是张艺谋的孩子，因为他的名字是改换的，在这个学校里面，当时没人知道，后来我们就知道班上的哪一个同学实际上就是张艺谋的儿子了，他那个孩子跟我们孩子是一个班的。那么我太太当时她的工作收入也很稳定，我太太本来是做新闻调查记者的。这个新闻调查记者大家都知道，你怎么去调查？你要按照共产党的要求去调查，你调查出来的任何事实，我太太经常搞着被枪毙啊！每次她辛辛苦苦写好的新闻调查稿，最终都是被领导否决的，她心里面是相当难过的。后来她怀孕以后，我就跟她讲，你从体制内辞职，就不要在乎你那个所谓铁饭碗共产党记者的那个身份。因为我太太跟我认识，就是一次她在采访活动中我们认识的。
后来他一直是做新闻调查记者，这个记者是非常难当的，既要去写，又不能写共产党不允许写的东西，你说这个记者怎么当呢？而我太太又是很有正义感的一个人，所以说呢，最终呢，他这个新闻记者呢，他是干不下去的。因此呢，当她怀孕以后，我们就立即从报社里面办了辞工，我们就不再上这个班了。我就告诉她讲，不要在乎你这个铁饭碗，无所谓什么体制内不体制内。后来他那个办公室那几个记者，通通都到政府的各个部门都去任职，有的人职务当得很高。那么他呢，当时呢就回家呢是安胎，然后呢准备呢抚育我们的下一代。所以说，当我们的孩子生出来又是一对龙凤胎的时候，显然这时候不可能去上班的。因此，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她都是做全职妈妈，在家呢照顾2个孩子。等到孩子上幼儿园以后，她才开始去找工作。因为从她的学历、从她的学识、从她自己的社会交往，她都有这个资历。很快呢，她就被香港的一家上市公司聘请在我们无锡的其中开发了一个写字楼的楼盘担任营销总监。他的收入是非常高的。那么除了他本人1年的年收入很高，我自己的公司收入也很高。我们这个公司可以这样讲，从我1998年开办这个公司，一直到我2015年离开无锡，我这个公司在我同行业里面都是前3甲，就可以讲经营效益一向很好的。所以说，按照当时的条件，我太太显然她是不愿意。我们这时候全家就颠沛流离的到美国去，而且我的年龄已经50多岁了。到了这时候到美国去，全部从头开始，太太她想都不敢想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要放弃国内的所有，我们当时是肯定不愿意的。所以我太太，我跟她一说，她理都没理我，她不同意。她不同意，我知道那是一定要她同意的，她不同意肯定走不了。所以说呢，我呢一开始没有把严重性告诉她。那么我太太当时不同意啊。那么如何说服太太呢？最主要什么？最主要能够说服太太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因为当时我们的孩子在无锡是最顶尖的一个私立学校，在这个学校里面读书，而孩子在这个学校里面是一点都不愉快的。我太太是完全知道的。我儿子，尤其是我儿子，我女儿在那个班还好。我女儿那个班里面的班主任对我女儿照顾的还不错，我女儿在她这个学校，在她这个班级里面和她的同学相处也非常友好。主要是我儿子所在这个班，他那个班主任对我儿子是很冷漠的。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我儿子所在那个班是他们整个学校里面所有这个班级里面，他们是一班，他们整个这个年级有8个班，这个一班是所有这个班级里面这个学生家里面背景最深厚的一个班，因此他这个班主任也是整个年级组长。这个班主任对所有的学生他都有一种暗示，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家庭给这个班主任都是送礼的，但是我们家是不送的。我太太曾经问我要不要送，我是坚决不同意，因为我就是不送礼。所以说这个班主任对我儿子是很不满意的。在这个班上呢，他并不是叫故意给你穿小鞋，但是他冷淡你，他边缘化你。他怎么冷淡和边缘化呢？我就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儿子的这个故事，我总有一天要讲给大家听，因为我可以讲我是十分心酸的。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说有一次有一个家长拍了一张照片给我看，这张照片是什么照片呢？就是那一次是一个学期结束，他们这个班啊，学期结束时候啊，学校都发很多奖，也就是大部分同学一个班上40-50个孩子啊，至少有2/3以上的孩子都能够获得这样的奖或那样的奖。那么每个人的桌上都有奖状，都有鲜花，都有掌声，每一个孩子都受到老师的关照。而我的儿子的桌上什么都没有。这张照片，我儿子的这个桌上除了一堆下个学期新开学要发的那堆新的本子之外，只有一颗棒棒糖。这个棒棒糖是哪来的呢？是他的前座一个小女孩，也是住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她的父母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小女孩她看到我儿子什么奖励都没有，她就把她自己保留的一颗棒棒糖送给我儿子，就放在我儿子的桌上。恰好呢，这张照片被其中一个同学的妈妈，她呢抓拍到了，她把这张照片给了我，因为她没有注意到这个棒棒糖，她只注意到这是我儿子，她把我儿子的照片发给我。因为那时候我们班级都有个班级群啊，所以说在这个班级群里面，某一个家长找到另外一个家长是很容易的。当时我收到这个照片，我心里面是很心酸的，我就知道我的儿子在这个学校里面，老师对他是没有任何奖励的。那么更心酸的事是什么？也就是我儿子的这个班主任啊，特别爱拍照。也就是那天孩子回到家里面以后，我就看到这个班级的 QQ 群里面发了呢，可以讲有几十上百张照片。那么我就把这个照片一张一张的去点开看，在这个照片上显然我是在找儿子嘛。结果没想到儿子冷冷的站在旁边对我飘过来一句，说：“爸爸，你别找，李老师是从来不拍我的。”儿子讲的这个话，就我可以讲，就心里面拔凉拔凉的。也就是老师为什么不拍儿子呢？老师的镜头到了我儿子那就闪过，因为在那个老师的眼里面从来就没有我儿子这个学生嘛。
所以我把这件事告诉我太太之后，对我太太的刺激是非常大的。我太太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心疼的，她觉得儿子在学校里面就难道要受到这样的冷遇吗？那么恰好这个例子是我说服太太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也就是跟太太谈到，我们的孩子如果在国内受这个教育，如果继续这样，今天走了这个李老师，明天回来那个张老师，那个王老师，我们的孩子还会受到这样的教育。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把孩子带在海外，给孩子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前途呢？然后我就把我自己身处这个逆境，现在非常危险的这个状况告诉了太太。太太是眼含热泪告诉我，老公，你决定，全家的大事你决定，你决定了，我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做的。所以说我太太在最关键的时候，她每一次都是支持我，每一次她都按照我的要求，最终呢，我们共同夫妻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夫妇能够愿意到美国来，我们准备出发，准备流亡，当时下定的这么一个决心。那么准备走了以后，我们就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当然很仓促了。这种所谓的准备工作，我们也就是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家里边，稍微呢整理了一下资产，然后我和太太呢就准备走了。我走之前，我是没有敢跟任何人讲的。可以讲，海外民运我没有联络任何人，因为对海外民运可以这样讲，我一直是没有任何信任度。整个海外民运从他们当年89出去，一直到我出来的2015年，这么26年来，我没有看到海外民运给我任何希望。所以说我跟海外民运没有任何人联系过，我就是准备自己带领家里面独立的流亡。那时候呢，已经有奥巴马的10年签了。奥巴马10年签刚刚开放的时候，是美国对中国签证最松的那个阶段。而恰好我太太因为是香港公司嘛，他们公司里面他们的董事长曾经宣布过，当他们公司里面的销售上到某一个台阶，达到某一个指标的时候，可以组织公司里面所有的高管到美国到加拿大去玩。那么那一次，我太太是销售总监嘛，所以我太太恰好就把这个销售做到了董事长要求的那个指标，因此咱们公司里面的高管一共是9个人，就可以获得一个免费到加拿大到美国旅游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在这个机会的情况下，他们基本上高管都是带家属的，所以在那个过程中，我太太就以带家属的名，把我的签证呢和我太太的签证呢一起通过他们公司去办好了这个10年签。10年签实际上是已经办好，当时办好10年签之后，我还没有这种马上要走的准备，觉得只是把10年签办好，既有加拿大的10年签，也有美国的10年签。如果将来要走的话，我们随时是可以走掉的。结果就没想到，这个10年签拿到手上没有多长时间，就发生了我那个发小来通知我的这件事。那么这以后，我当时就觉得我走的话是有机会的，也就是说我既有护照又有签证，所以说我应当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把全家带走的。但是你要知道，我把一个家庭都带到海外来，我老妈怎么办？因此呢，我想来想去，我呢就跟我弟弟做了一个联络，我跟我弟弟呢做了一个长谈，我就把自己所有的想法告诉了我弟弟。我弟弟二话没说，就是哥，你带着全家移居海外，流亡海外，千万不要把自己给共产党再折腾进去。你上一次坐牢已经给家里面担惊受怕，不知道给父母添了多大的痛苦。如果你这次再进去坐牢，你觉得父母还可能活的吗？所以说我弟弟二话没说，你放心走。他说我负责孝顺好我妈，照顾好我妈。所以我弟弟跟我讲了这个话以后，我心里面就比较有底了。我当时还不敢立即跟我妈讲，因为我怕我妈的情绪控制不住啊。我选择走的那一天是大年30，大年30的上午，我就赶到我妈那，跟我妈在一起吃年夜饭。我把我儿子女儿全带过去了，然后吃过饭以后，我才把我自己今天要走的想法告诉了我妈。我告诉我妈，我必须到海外去了。我妈当时听了以后，我妈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好，因为我妈再也没想到儿子已经年过半百了，却要带全家流亡了。但是我把这个利害关系跟我妈讲了以后，我妈是深明大义的。我妈就说：“儿子，妈理解，妈知道你必须要走，你留下来以后会有更大的痛苦。”我当时看到我妈讲这个话以后，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跪在地下给我妈磕了3个响头。我就跟我妈讲：“妈，儿子走了，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活着，我一定有生之年会见到你的。”所以我就给我妈磕完了3个响头以后，带到我的儿女，带到我的太太，就这样踏上了我的美国流亡之路。到达美国，面对的是我自己在美国如何开始我一家新的生活。我如何开始新的生活，如果有机会，我在以后的节目里面再跟大家讲。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